好，突袭一下，临时直播，没有人儿。这个，哎呀，网这么差吗？换一个。嗯，我看看，控制台，配置是这个。哎，好像好一些了啊。这儿呢，有一个人，欢迎我们临时开一场直播。今天跑出来度假啊，这个跑到这个地方叫呃什么莱康郡什么康养中心，应该是呃在北京边上吧，离大兴机场不是特别远，离雄安也不是特别远的一个地方。这个呃太太买了保险，然后保险公司说，那我们这儿有康养中心，你要不要去尝试一下？我们就跑来了啊。所以今天呢，上午开车溜出来，到了中午呢，跟人吃了顿饭。但是这个康养中心的饭实在是，就至少是日常餐吧，没什么可吃的啊，实在是让我很失望。这个晚上的烤全羊啊，这个实在是，发现自己已经不是当年的自己了，因为这个吃两口就腻住了啊。这个以前吃烤全羊是很能吃的啊，现在实在是稍微差了那么一点点。明天早上起来再吃个早饭，然后去玉米地里掰两个老玉米就可以回家了。幸亏是今儿跑出来了啊，因为今天北京市是这个9月3号阅兵的演习啊，所以很多人在今天被封在路上了。这个今天溜出来稍微休息一下，所以明天早上呢就不会有节目了啊。今天呢跟大家这个闲聊一下啊，也汇报一下当前的状态。呃，今天最让我开心的一个事儿是，终于关注数到7万了啊！这个还是做了快4年，我应该是从2021年的呃9月份开始做的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时间啊，做到现在。那么做到了7万关注，非常非常难啊！而且现在的数据基本上不涨了，因为新的关注进来，然后老的人可能就不看了，所以呢，达到了一个平衡状态。按照这个进程继续慢慢往前做的话，估计做到，可能再做个2年吧，能拿到10万啊，这个还是稍微，有点辛苦，但是怎么办呢？还要再交10年的社保才可以领到退休金，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头就做呗。而且现在这一段时间的话，还是可以，怎么说呢？就是至少有的想吐槽吧，那就讲呗。我看有人点故事了啊，这个理想素质的事儿，不知道是不是孕妇效应，突然真的发现大街上好多理想停车都停得很离谱。这个怎么说呢？呃，我觉得也理想呢，肯定有离谱的地方这个因为有人专门去征集了啊，说请大家看到有理想车停的不合适的给我拍张照片回来，奖励多少多少钱。这个呢是现在 MCN 机构里头比较普遍的一个手段了。包括现在大家都去翻武大的论文啊，武大的论文上有多少问题，我们就马上给钱，对吧？这个大家都在干这个事儿不光是这个理想的事情啊，所以这个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事情。至于说为什么你老会觉得说，哎，我怎么就看到这个事儿呢？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就是理想这个车本身的辨识度还是比较高的，对吧？你现在你说，哎，这儿停了一个别的什么车啊，你看到了，其实你没什么想法，对吧？或者说你看了也就没觉得是一个什么事儿，但是理想停在这儿了啊，你就觉得，哎，这是个事儿，对吧？它有这方面的一个原因。然后另外一方面呢，理想好像这个自动泊车做的不是很好啊，就是他们经常让理想去自动泊车，而理想自动泊车泊出来的那个效果呢，就是在俩车位中间，有时候还斜着啊，这个就稍微差点意思了。
所以我觉得，在现在这样的一个互联网风气下吧，或者说在 MCN 机构已经成为了非常普遍的一个这个经济形势的这个情况下，那么理想这样的事情呢，只要他自己不出来说什么，对吧？那他一定是会被大家猛锤的啊，这个就是如此。你就像小米似的，小米前面车祸完了以后，也是一帮人出来说小米怎么样，小米这个小米那个，对吧？那怎么办呢？这个事儿你是没有办法的。小米在发预期之前，关停了大量的这个汽车博主，对吧？要不然你这预期就没法发。所以大家都是这个来去这个什么的啊，就是你必须要学会怎么去跟这些人打交道。这个一边跟大家聊着天，我一边把这个无人机的电池充上。现在跟大家讲，无人机啊，虽然有夜间避障，夜视的效果也非常好，但是真的不建议大家在晚上玩的东西啊，实在是太危险了，因为它经常的丢失目标啊，这个找不到这个返航点，这个甚至还刚才差点丢了信号了，幸好是当时的无人机离我不是特别远啊，这个最后是把它找回来了。看完了以后就不敢再飞了。完了，把它插上充电。好啊，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康养社区啊，叫什么泉来着？一下把这名字忘了，无所谓了。它呢现在很多的都是去建了这种康养社区，就是房子盖好了卖不出去啊。像我们现在住的呢是一个两室一厅啊，我太太带着我们家的小范同学啊一起跑到这儿来，稍微的休息个一两天啊，也就是如此了。他这儿呢住一个月大概是3000块钱，离北京也就是1个半小时的路程啊，就可以溜过来。周围呢，反正有温泉啊，我下午在温泉里头泡了，大概有那么一两个小时吧，然后，有这个采摘园，但是呢，其他就没有东西了，啊，周围的配套设施什么的也差点意思，所谓康养呢，里头是有这个老年人书画呀，什么这种是有的啊，然后也有这个叫什么来着，就是什么医院啊，这里头有个小医院。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社区，它呢是保险公司跟他们签的这种协议，就允许买了保险的客户跑到这儿来，稍微的休养一下啊，大概就是这么个地方。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时间溜出去休息休息啊，这个老在家里头坐着这个事儿是不行的，对吧？这个对身体的伤害实在太大了，啊，还是要多出来，东看看西看看。这个老范晚上好啊，你也晚上好。勤奋啊，这没什么勤奋的，就是晚上跟大家闲聊一会儿吧。反正明天没节目嘛，今天就跟大家稍微闲聊一会儿啊。突然就直播一个，是这样。现在社保新规实际上是老规矩的强化，算不算是选择了不合适的时机来还常年制度欠的债？这个，哎，社保新规这件事儿呢，这一次的动静实在是非常的大。对吧？那么很多的公司在裁员啊，有一些公司在注销，这个日子实在是不太好弄。而且呢，现在有大量的这种视频啊，或者是声音在发出来，应该在上边也没有达成完全一致，对吧？如果上面完全达成一致了的话，这些早删掉了。对吧？这个比这不得人心的事儿，他们干多去了啊！咋就像社保新规似的，大家可以去讨论了呢？对吧？一定是有其他的事儿啊，这个不适合大家讨论的事儿。那么社保新规呢，大家讨论讨论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这种东西呢，你讨论讨论就有可能会发生一些小的变化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件事情。而且前面我们录节目也专门讲过这个事情啊，这个
国内呢，现在做任何的这种强制执行的事情都是很危险的，因为它的执法效率和执法能力呢，没有那么强啊，所以去做这种特别强制的活动的话啊，那么很有可能会崩盘啊，或者会不能说崩盘吧，崩盘这个事儿太过分了啊，就是很有可能会造成非常大的损失吧。就是连带的损失，而且有很多东西呢是你不能叫病入膏肓吧，就是说，现在确实是稍微有点费劲的时候，对吧？你在这个时候应该是，呃，用一些慢一点的药啊，用一些这个比较温和的保守的方式。其实现在按我说，中国现在的这个经济状态就啥也别动啊，保持稳定。就是你的政策原来好也好，赖也好，别动啊，就停下来。啊，稳定一段时间，再接着往前慢慢调。你不能在这个时候这个疾风骤雨啊，这个做任何的调整，然后出于任何好心坏心，都是很危险的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点赞啊，欢迎永定门小胖子啊，这里永定门今儿是不是封路了？今天好像地铁也封了好多地儿。我觉得这是国进民退的一个过程啊，国进民退这个一直就是这样的呀。对吧？从我记得是18年还是17年再去讲说，这个我们还是要以国营经济为主，对吧？民营经济，这个还是不太健全，国营经济要去指导他们。从那个时候开始呢，这个民营经济就已经没有一个，呃，比较正规的这个位置了，从那时候就已经是这样了。到现在呢，虽然说，哎，我们要把民营经济也作为一家人或者什么，但是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啊。因为你到该招投标的时候，该去做各种选择的时候，没有人说，哎，民营经济是不是应该跟国营经济有相同的待遇啊？从来没有人去想过这个问题。如果你觉得这个事情不公平了，对吧？有地儿举报嘛，比如说今儿招投标了，人家要求这个验资国营，或者是这个有哪些资质，这个事儿你有地儿举报去，你没有地儿举报去。对吧？然后这个国营单位把这标接完了以后，他再接着转包，你说你有地儿举报吗？你也没地儿举报去，对吧？只有说，哎，你哪怕说国营单位你接了标了啊，接了标你就老老实实自己干啊，不许用外包，不允许转包啊，你就自己干。干完了以后呢，你把账结了，没什么毛病，对吧？你不要说包来包去，包个4、5层，最后还是民营企业在干这个活等于大家最后在养这帮国营公司，这就比较二了啊。想加速淘汰体制不好的企业啊，是这样的。这个因为所有的这种供给侧改革，最后被淘汰的都是民企，对吧？这个国企有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在现在这样的一个这个执法环境下的话，留下来的肯定都是他们。北京5环外可以买多套房了啊！这个有人需要就买呗，这个我支持你，那能怎么办呢？反正我买不起。很多东西在当时没有做好基础工作，让社会发展到它实际上不匹配的程度。我倒不是说当时没做好这个基础工作啊，其实很多国家一开始的基础工作都做不好。啊，我记得看《杜鲁门传》里头有这么一段就是在美国的一战、二战之间的这一段至少一战之前吧，基本上美国的政治是靠黑帮来控制的。啊，黑帮完全管理这个美国的地方政府。当时的这个，他们是在密苏里州啊，是民主党的这个州。然后呢，他们的黑帮老大就是那个州里边的地下皇帝，啊，他给这个在大萧条期间给所有的人去找工作啊，什么做这些事情，对吧？然后这个需要做选举啊，也是如此啊，应该是一战到二战之间啊，不是一战之前，一战到二战之间。然后呢，这个需要选举的时候，他也是啊贿选，然后拉着那个卡车，带着大家那个换着投票站投票，就这些事儿他们都干啊。然后最后是怎么把它处理掉的呢？是这个 FBI 上来，然后在全国各地打黑帮啊，才慢慢的把这个事情处理掉啊，才是说让美国的底层的民主制度吧脱离黑帮的管控。其实呢，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阶段。
而且到目前为止，美国的很多的制度或者什么的里头依然是有灰色的部分，对吧？只是人家说，哎，我们愿意承认这件事儿，那就慢慢往前做如果你这事儿你不愿意承认呢，那就只能这个背着这些东西接着往前走呗，那没什么办法。确实很多东西的这个看了老美各种经济危机是市场出清，重新切蛋糕，中国是国进民退老美那就没有什么事儿。当时非农数据出来的那天就是非农去调整那天，美股暴跌跌了，因为我是买了一堆美国科技股嘛，然后我想想应该是，这些基金大概跌了我觉得跌了有3%差不多。然后那是哪天？应该是上周五的事儿吧。然后到今天全回来了，对吧？所以这就是一个给大家上车的机会。其实当时我就跟大家讲了，我说这大家上车呀，对吧？你们都上去了没有？这个需要补票的赶快去上车。这个不知道大家听没听到反正我讲的是我们从来不做投资的意见和建议赚了是你们自己的，赔了是我也是你们自己的别怪我，对吧？但是当时我讲了，大家赶快去上车补票去这个补上的这2天就赚到了，没补上的呢就接着看就完了。之前去过云港那边一个温泉度假酒店玩了几天，哎呀，这个玩几天还是没什么可玩的。他这儿除了泡池子之外，也没什么可泡的，而且池子里全是人，对吧？一堆的池子里，然后大人小孩、老头老太太全都在里头泡着，所以也没有什么意思。明天溜回去然后看看能不能把后天再录一期节目出来吧。这个我觉得也有点难明天溜回去可能也比较累了，未必能录得出礼拜一的节目来反正这个最后让我歇2天让我稍微休息休息。地方上的国企也被干掉不少，其实地方上的国企呢，首先是这样，你要注意，国企从来没有被干掉过国企呢是这个叫什么呢？国企是就是它会进入到资产重组，它还是国企，对吧？它会进到这个资产管理公司里边去。只是呢，原来国企里边这些管理者可能就没地方待了它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不会让国有资产有任何流失，对吧？他也不会说，哎，我今天就把这国企直接打包卖给一个个人了什么的。这个呢，早年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干这个事儿，现在其实已经不干这个事儿。陈立武是中国半导体之父，你们别扯淡了，就是英特尔那个 CEO 是吧？他原来应该是在一个什么基金里头那基金就是投了一些国内的半导体项目这些半导体项目你现在民企都起不来，那你有一个军工单子，可不赶快去接去现在就说你这个有问题这个也没办法这事儿，那怎么办呢？就是两边要划清界限，那他就属于这个倒霉蛋站在中间了，那就处理呗，对吧？他哪轮到他当这个半导体之父最近有个亲戚关了2年放出来了，哎呀，这个就不知道是什么故事今天有直播，一边死亡搁浅一边看直播死亡搁浅我没打过这个还是要稍微的有机会去玩一玩的。市县级国企有些直接关掉了这个它有一些就不是国企也算国企。刚才我们讲的好多叫央企它这种国企它是市里头养不起了，那你就只能关掉了，对吧？它走的市财政、县财政这种东西就关掉了。老板不专心度假，这个对这个有的时候跟大家闲扯2句呗。华登国际多名牌的这个基金公司名字这个其实我觉得你看他名字有用吗？对吧？人家老外有的是这个为了在中国做生意起个中国名字的事情你去研究这玩意儿干嘛？像这种就是我看了这个新闻了但是我压根就没有仔细去研究这事到底咋回事，因为没有任何意义，对吧？这个美国这些半导体公司，别说半导体公司了 ，OpenAI 这个 XAI，你给他个军事的军工的单子，你看他接不接？屁颠屁颠上去接去
所以这种东西真的不用想这些乱七八糟事儿啊。这个投资就是个生意啊，今天投了，希望它发展的好，发展好了以后能够退出，让基金的股东能挣钱就完了啊，没有任何其他扯淡的事情，对吧？你不要想着，哎呀，我觉得这个跟国家有关系，那个跟国家有关系，我感觉所有想这种事儿的基金，最后都赔个底儿掉啊，或者是以此为借口，然后偷偷把钱揣口袋里了，对吧？这个投资就是个生意啊，这个想越多就越扯淡，这个所以呢就别费这个劲。如果他基金赚钱了啊，那就说明是一个好基金；如果基金赔钱了啊，那就是他的投资水平不够啊。如果基金赔了钱，他自己挣了个盆满钵满啊，那这个人呢就是人品有问题啊，就没别的。所以呢，你想，哎呀，这个人啊支持中国了什么的，想啥呢你，对吧？一个马来西亚人，这个我不知道你脑子怎么长的。马来西亚人那么爱中国吗？鸿海同意以3.75亿出售俄亥欧洲电动车工厂，而日本软银集团是这笔交易背后的买家。软银此举意在启动 OpenAI 和甲骨文。这个星际之门这件事儿呢，我觉得就包括别光星际之门了，就是川普今儿在这边整了个4000亿，明儿上那儿整了个6000亿，什么这种事儿，都是好看啊。最后到底怎么落地，真不好说啊，咱们等一等看就完了。点赞啊，这个祝早日达成8万，我估计得1年啊，慢慢等吧。东南亚华裔可爱中国，这你见过几个东南亚华裔啊？对吧？我见过不少啊。然后这些人呢，都是有自己的祖国啊，他们愿意在中国赚这个钱，这没毛病。如果中国不让他赚钱啊，你看看他到底爱不爱？GPT5真不行，GPT5还行啊，我这2天使得很开心啊。这个但是有些地方差点，就 Copilot， 就 GitHub Copilot 上那个 GPT5要稍微差一点。这个不但是输出有问题，而且还这个什么呢？还特别慢。其他的还可以，就跟 GPT5直接聊天的效果其实还可以。稍微给他2天，着什么急啊？这个也是刚出来的一个产品嘛。而且我觉得呢，就是未来的一个方向。哟，这都有100人了哈。国外用户要求切回 GPT4，这个有的时候就是你习惯了，对吧？你像我就还好，这个你就比如今儿你跟一个中专毕业的学生啊，这个给你打了3年工的人，你觉得很爽，对吧？明天你把这中专的开了，然后招一博士回来，你也得觉得这个不太适应2天吧？这没毛病吧？又在马来西亚看到直播了啊！点赞点赞啊！欢迎欢迎！哎呀，也有日子没去马来西亚了。马来西亚这个第2家园最后搞得乱七八糟的，我本来还惦记去折腾一下呢啊，结果这个搞得很贵，不是很划算了，就没什么兴趣了。有个频道最佳拍档，订阅增长非常快，都10多万订阅了。但是怎么说呢？人家这个，哎，第一个就是有人爱看呗。我其实是基本不看他的节目的啊。为什么？就是原来我讲过，这哥们儿就是一扑克脸，然后在那念稿，谁让他在念什么，他自己也不懂，对吧？这种节目是你还不如听 AI 念呢，你去听他念去，对吧？但是有些人这个就愿意听，怎么办呢？在任何地方，屌丝永远是大多数啊。就是最佳拍档早期的节目，其实我看过啊，但是后来呢，就越来越去讲一些他自己也搞不清是什么的东西，然后在那儿扑克脸，然后在那儿吭哧吭哧在那儿念，对吧？还戴个眼镜，然后那眼镜上能看到反光，但那上头有稿，这种呢就挺没意思的啊。这个 AI 念的肯定比他念的好。GPT5幻觉还是挺严重的，哎，我这儿还可以啊，我这儿 GPT5的幻觉已经比原来强很多了。请你吃肉骨茶，好啊好啊。这个哎呀，别第2家园，有简单办法。这个有简单办法吗？因为我还是希望有一个稍微稳定点的方法啊。英特尔陈立武应该不会理川普这个，但是是这样啊，就是
英特尔呢要靠美国政府的拨款，对吧？其实呢，在川普上台的时候，我就讲过这个话，说英特尔这个拨款估计是要泡汤，然后川普呢也要给这个不给拨款一个合适的理由，对吧？你也不能说拜登说要给，然后到你那儿你就不给了啊，他要给个理由。那你把陈立武搁在这儿晒一晒，他这个把英特尔这个拨款直接给他卡掉，不是很正常的一个事儿吗？老范啊，很想给你上会员，能不能直接支付宝给你转账？不方便付款啊，这个讲过很多次，这个是绝对不允许的。就是你要这个挂会员呢，你就老老实实的去订阅啊。如果你说我订阅不了，那就算了啊。这个其实会员频道里的节目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看的，对吧？除了一些系列课程啊，而且这个课程可能也偏枯燥一点啊，还有一些就是这个，比如说我吐槽一些这个不是特别正能量的东西，会放在会员频道里头。然后会员频道呢，大部分时候会周更啊，但是这周的话，估计就更不出来了啊。实在是这个有点力不从心。下来我找你私聊啊，没问题。这个英特尔靠美国政府和军方订单苟活啊，这个，但是这种呢，你要能活下来也行啊，看他后边怎么个活法吧。找机会翻脸啊，到你自立自强啊，要你自立自强，这个，看吧，看他们到底怎么弄啊。如果董事会顶不住压力把他干掉呢，其实我觉得这帮人就算是把陈立武干掉了，川普也不会给他钱的啊。这个以川普的调性就是，是我从来不给他们钱啊，都是他们来给我钱，对吧？这个孙正义给我钱，欧盟给我钱，然后大家都来给我钱，对吧？我不会给他们钱的。对吧？你像拜登就很蠢，这就是川普的这个习惯套路，甭管是川普啊、万斯啊，上来都是讲啊，说这个上一届政府非常愚蠢啊，他们四处给钱，结果什么也没弄出来，对吧？那到我这儿的话，我不用给他们钱，他们自己给我钱，然后还把东西办得好好的啊，所以他还是要把这个给他抹上。英特尔有80亿美金补贴啊，川可以做杠杆，就像哈佛每年的拨款。哎呀，川普反正就是把这些不想给的钱就不给了呗。还有波音啊，这个波音我估计他还是要给的，对吧？这个前面四处溜达的时候，还是带着波音四处跑嘛。苏的嘛，虎视眈眈啊，这个其实英特尔的 CPU 在服务器端呢变化不是特别大，也有很多人说英特尔的 CPU 在服务器端跌了很多，被 AMD 吃掉了，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啊，AMD 也没有吃到这块肥肉啊，这个英特尔跟 AMD 在服务器端的总市占率实际上都在下降啊，在这个 x86架构里头，英特尔的市占率应该还是70几啊，还是很高的啊，这个苏妈呢是占了一点点不多。然后现在更多的是现在大概整个的就是 x86架构的服务器 CPU 只占所有的新采购服务器 CPU 的一半，对吧？然后剩下的是 ARM，对吧？比如说这个英伟达啊，然后这个微软、Oracle，谷歌，对吧？都在包括亚马逊啊，都在大力的去做自研的 ARM 芯片。他们的芯片呢，应该很多也是直接买了 ARM 的工具包就可以去做去啊，包括国内的像什么蚂蚁啊，不是蚂蚁，就是阿里云啊什么的，都去定制 ARM 芯片去，啊，这块还是这个用的非常多的，因为 ARM 芯片，它在你任务负载比较低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省电的。这个主要欣赏啊，每一期都看，每天早上去上班的路上都盼着赶到8点半啊。那这个怎么说呢？呃，这么多在境内的人也都订阅成功了啊，总是可以克服的。说到川普，下周五和国际战犯在阿拉斯加会晤，看来这次侵略战争应该慢慢停止了啊，大概是这样。我觉得呢，川普跟普京呢，应该是演了个双簧啊，把这个泽连斯基给绕里头了，对吧？川普说你要去停战，对吧？这个普京就开始狂打
啊，这个使劲往里推进，推到一定程度了以后，川普说不行了啊，差不多了啊，那咱们就开始坐下来谈，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且原来想着是在这个一个中立的第三方去谈判，普京说不，咱阿拉斯加美国领土咱谈去，对吧？这面子给足足的。这川普的诺贝尔和平奖，我觉得不拿都不对不起他了，对吧？现在是利塔尼亚胡在给他申请，然后这个洪马内啊，这个柬埔寨的总理在给他申请，然后今天好像还有2个国家在给他申请诺贝尔和平奖。如果他把这事儿搞利索了，那普京也得给他申请一个，对吧？这个泽连斯基是不是愿意把这个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给他申请个诺贝尔和平奖？我觉得这个川普不得个诺贝尔和平奖，实在是有点过不去了啊。服务器是 ARM 吃掉了，对，服务器大量是 ARM 给吃了。这个服务器端的英特尔不都是大核吗？这个英特尔现在在服务器上真的不是很吃香啊。AMD 好像消费电子占比上升了，大家要知道 PS5，然后呢 Xbox 就这些东西都是 AMD 的，就所有这种定制芯片都是 AMD 的。AMD 呢也接这种芯片定制的单子啊，这个有一些云服务厂商说我要去定制大批芯片啊，AMD 也去接这种单子。消费电子的话，现在确实笔记本啊，比如说这个游戏本啊什么的 ，AMD 的占比在上升啊，这个是真的。AMD 的 CPU 几万美元一块，还卖那么好，这个 AMD CPU 什么 CPU 几万美元一块？你想清楚了再说好吗？AMD 的比如说米300什么这种东西，那是 GPU 啊，那玩意儿可能会上万美金一块。正常的 AMD 的 CPU 是要比英特尔便宜很多的，对吧？它大概应该会比英特尔的便宜个1/3左右，所以几百美金一块是比较合理的啊。即使是服务器 CPU，应该也到不了这么贵。要达成领土交换的停火协议，这个是这样的，就是。现在我估计怎么说呢？大家要知道，比如说朝鲜啊，南北朝鲜之间到目前为止没有停战，对吧？他们只是签了一个临时的协议，就搁那搁着了，啊，这么几十年也过去了。所以呢，这个川普有可能再玩一个这样的东西，整了一个像板门店似的东西，盖一小房啊，往那儿一放，两边呢就非军事区就完事儿了，啊，这个也不用停战，也这个以实际控制线为准，也不用谁退出来什么东西，谁让一点什么的也不用，然后其他所有东西都不承诺，就是把仗停下来，对吧？然后呢，经济恢复正常，大家好好做生意就完了，啊，不要想着打仗一定要打到一个这个有结果的样子啊。大家记得点赞啊！对，大家一定要记得点赞。我看我有多少个赞了？赞呢？啊，17个赞啊！这个我这儿看的数是相对来说比较准确的。阿拉斯加是美国从苏联那里买来的啊，在阿拉斯加谈好像也不是不行，但它毕竟是一个美国有主权的地方嘛，甭管是怎么来的，对吧？你比如说，你今天要跟墨西哥总统谈一个事儿，然后跑到新墨西哥州去谈这个事儿，你说是不是叫做伤害不大，侮辱性极强呢？老范推测一下，下一个 Cloud Code Gemini 爆发点啊，目前编程领域算是被颠覆了，算是第一个被 AI 彻底变革的领域啊。下一个类似的领域是什么？不算教育领域，因为教育是终身的，不完全是这个用个工具啊，完全是个用工行业啊。希望是医疗。其实编程也没有那么被颠覆啊，这个，很多人都觉得新的技术出来了，像我们这些每天看着新技术的人呢，会觉得很厉害，对吧？但是还有很多人是从来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啊，他们就会用原来这些东西继续吭哧吭哧往前走。我在哪年来的？大概98年、99年的时候啊，当时。还在用一些这个我自己都觉得挺陈旧的要被淘汰的工具去写程序，对吧？然后去跟一些真正的，给这种事业单位、给这个国营公司去写 to B 业务的这些人去聊天的时候，发现他们用的那些产品都是我上大学的时候用的东西，
对吧？这个所以不要都真的觉得这个世界变化的很快啊。我们这些每天看 YouTube，每天这个盯着这个 Twitter 的人啊，会觉得世界变化快，还有好多人觉得岁月静好啊，这个没什么变化。而且你想，国内有多少人用不了 Cloud，用不了 Gemini 的人，对吧？他们怎么能够觉得世界就已经变得完全不一样了呢？阿塞拜疆跟亚美尼亚啊被川普调停了，对，这两个国家是也在开始给川大爷申请诺贝尔和平奖啊。台湾回归啊，这个台湾回归这个事儿，我觉得一时半会儿还不太容易吧。有没有收到小米打来的电话，让你提前付完全款？哎呀，我去问人家了，我说求求你让我付吧，人家打死不让啊，对吧？我也想去付全款，因为所有付了全款的都可以快速提车啊。这个后来我说你们就让我付，我求求你，我真的已经准备好了，你让我付了吧。人家就不让我付，这真没办法，对吧？我特别想去付这个钱去。所以这个所谓付全款的，都是一帮什么呢？就是一帮黄牛，他不想要这个车了，然后找各种理由，说我还没看车呢，你怎么就让我付全款？人家上头写了，你锁单就已经认为你要这个车了，对吧？你如果觉得这个车有问题，你不想要，你可以不锁嘛，对吧？那么你都已经同意了啊，签了这个协议，然后现在想毁约，然后再给人造负面，我觉得这种就是雷军懒得理他们而已。AMD 就没贵过，对 AMD 其实一直是比较便宜的。朝鲜半岛没停战，中日也没有啊，中日是停了啊，中日是这个中国的代表是在上头签了字的啊，就是日本投降声明上是签过字的，所以中日是已经停战了。至于现在在拍一大堆电影，告诉我们不要去忘记仇恨，我觉得就是比较二的一个事情啊。我今儿还看了很多人在去讲这个南京照相馆啊什么这些电影，对吧？这种纯宣传仇恨的电影。啊，从我个人的角度上来说呢，这个电影我不会去看啊，这个也就是我能够对它的最大的态度表达了，也就如此了，对吧？然后这个什么呢？但是作为一个商业行为，对吧？他拍了这个电影了，那拍了你还是得让人放，对吧？你不能说这电影拍了我不让你放，这个有点过分。但是别的呢就这样了啊，没有什么进一步的东西了。说错了把 AMD 说成几万美元一块了啊，这个 AMD 没有那么贵过啊。老范现在出台的政策，怎么那么矛盾啊？好像像是发展经济，这个经济这个事儿呢，从来都不是出台政策就可以搞定的啊。这这个，我记得去年大家讲的特别逗，说这个我们盼着央妈出这个发钱啊，盼着央妈去灌水，结果呢，人家发政策啊，这个或者发文啊，就搞这些事情，这个是不好使啊，这个真的没有任何意义，这个事儿。而且现在很多东西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不要把政府理解成一个完整的整体，啊，各级政府、各地方政府都有各自的诉求，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诉求，所以呢，不要就觉得说，哎，这个政策怎么样，谁是好心，谁是坏心，对吧？这个颁布政策，哪怕他出于好心，他如果忽略了执行能力的话，那就有可能把这事儿干糊糊了啊。AMD 线程撕裂者9995 WX 9990是几个九啊？1、2、3、4、5啊，9万多块钱啊！你不知道不代表没有那么贵的 CPU，好吧？有吧？反正这个东西跟我没啥关系，我也不会买这玩意儿。我觉得就跟之前聊过一样啊，就像是司机，我们这些程序员以后就是修车的，这个我觉得现在问题不是需要修车的，而是需要让更多的人去买车啊。所以我觉得现在真正应该做的不是我们这帮程序员跑去 web coding，而是应该把所有人拎出来去做培训，让大家一起去做 web coding。到那个时候的话，程序员就有事儿干了，对吧？大家就会有无数的需求被刺激出来，这才是
现在真正应该去做的事情。根据最新消息 ，AMD 最昂贵的 CPU 是这个什么啊？处理器2024年10月发布，官方是$14,813，约合10.6万元人民币。好吧，那么这个跟我没什么关系啊，这个我不知道。那电影不分级啊，不合理，这个没什么不合理。一帮假道学，一帮这个伪善的人，一帮这个完完全全的这个伪君子，你怎么让他分级？一旦分级的话，就相当于让他们承认这个世界不是完全的伪光正一样，那跟比杀了他还难啊！这个事儿都什么年代了，还是仇恨教育，我也是服了。教育到最后的结果就是满街的张献忠啊，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每一个人啊，你只要愿意拍这个电影，你就让他放没问题。啊，这个有人愿意看，说明现在的教育偏离了方向，啊，也就如此了，啊，没必要去这个批评他啊，这个，怎么说呢？如果你今天说，哎，你这个是仇恨教育，我不应该让你放啊，你不应该拍这个事儿，那不是跟他们一样了吗？对吧？言论自由就是每个人有表达自己意愿的这个权利，啊，甭管你认为是对还是错，对吧？他都有这个权利，所以呢，我支持这个电影的上映，啊，然后呢。这个有人愿意看，去点赞了，我只能说呢，同情他一下啊，被这个仇恨电影所污染了，也就如此了，啊，我不能因为我自己不喜欢仇恨电影，我就说这个电影不应该上映啊，这个我不会的。我觉得换新 Model Y 新车味道好大啊，这个老婆和娃娃都说味道太大啊，还容易晕车。我本来想买 Model 3的，但是主要是3的加速模式，我自己开着都觉得有点头晕，只有 Y 开起来和油车一样。我看了最新的数据，2025年7月份特斯拉在中国地区的销售同比下降了12%。啊，所以呢，新款 Model Y 这个事情效果并不好，在中国实在是太卷了，全款雷老板就会损失车险保单了，这跟车险保单有个屁关系？466续航啊，买来第一次充电跑了188公里，剩余100公里去充电啊，从20%到100%花了我25澳元。这个因为我自己还没充过啊，还没买到车，所以不知道。续航还是要看你适应啊，你把它这个叫做什么单踏板模式啊，什么这东西都开到最强，应该效果还是可以的。但是澳大利亚是不是就是地广人稀啊？因为这种东西其实比较适合城市路况啊，如果都是高速的话，确实不太适合。估计是400不到啊，而且澳大利亚现在是冬天，就这种东西冬天的续航都是会降低一些的，因为冬天一个是电池本身效能就比较差，第二个的话就是原来汽油车开暖气呢是直接把发动机热气吹进来就完了啊，这个电车开暖气是实实在在要烧暖气丝的，所以电车在冬天都会稍微差一些。经济专家要大家发扬雷锋去搬砖，问题是专家自己偷偷往家里搬金砖，凭什么我搬砖你搬金砖啊？这个说错了，经济学家也没有的搬金砖的能力，对吧？能搬金砖的都在澳大利亚开劳斯莱斯呢，对吧？哪轮上经济学家？经济学家就是一帮跳梁小丑而已，对吧？这个想说真话的早都被封号了，也就如此了。剩下的就是说，哎，让你们向东，你们就向东啊；不让你们向西，你们就绝对不能向西，啊，就是剩了这么一帮人啊，传音筒。今天提前装药盒，没有，明天装药盒。今天因为在外边休假，明天早上又没有节目，所以呢，晚上就跟大家闲聊一会儿。别 Web Coding 了啊，用好 ChatGPT 都很难了。其实 Web Coding 还是挺好玩的，还是值得去试一下的。我也准备回去。但是怎么说呢？一旦 Web Coding 了以后，就会影响我录节目。这个因为录节目的这个思维状态跟 Web Coding 还是差异挺大的。而且要跟大家讲啊，特别是这些不是程序员的听众们 ，Web Coding 最大的好处不是能够做出东西来
而是这个可以让你感到开心。以前呢有一种编程语言或者叫编程框架吧，叫 Ruby on Rails 叫这么样的一个名字。Ruby on Rails 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让编程的人感到快乐这个真的是这样因为我自己 Ruby on Rails 就是玩了很多年真的是你编程的过程中会觉得很开心的那么 Web Coding 的话也是会在你编程的过程中让你觉得很开心。仇日电影不要去看，没有意思这个怎么说呢？我自己不去看但是我也不会阻止别人去看，对吧？这个我觉得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思路吧。其实国家需要经济，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早上8点，早上8点，下午4点下班劳动部做好这个估计就多出上千万岗位这个没有简单方法。我觉得呢，从国家的角度上来说，现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动所有的政策维持原来状态不动，然后呢去接受举报谁破坏了法律了，对吧？比如说这个地方明明要求公平竞争的结果你没有实现公平竞争这个招投标不公平了或者自己偷偷的去开暗标了我们就去举报，举报完了以后严罚就可以了。对吧？就把现有的这些法律甭管是好也好、坏也好的这个法律政策，慢慢的执行起来执行下去，不要再出任何新的幺蛾子了，对吧？然后严格的执行起来，这个事儿呢就会慢慢好起来不用再去想别的。而且现在反内卷，我告诉你，这个好像是奇瑞还是什么这个领导发了个文说我们以后不要礼拜六开会了这个太内卷了，然后结果发现他那个文是礼拜六开会发出来的，对吧？现在一堆人就干这事儿，天天都在想开发个产品以前还有很多想法，现在 GPT 出来了，开发简单了，但是不知道做个什么产品了，做点试试呗，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可以做。执行劳动法的代价是官僚利润被摊薄了，其实不会的。因为劳动法执行的过程中，他们其实也有很多新的可以寻租的地方所以摊薄不了。不要想这个哪天这个官老爷就会把自己手里的这个权利让渡出去不会有这种事的。就是不能让你闲下来，闲下来人就会思考他们可不想让你思考，这个我估计他们想不了那么远了。南京照相馆拍的很克制跟以往类似的片子不一样。就像姜文出的《鬼子来了》，而不是这个什么南京照相馆，我是压根儿就不想去看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他最终这个所有的战争电影，如果不是说反战我都不想去看就这么简单。你克不克制这事儿一点意义都没有。电影咋都扯上教育了德国纳粹的电影不能看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排队进毒气室让我心里不舒服了很久。哎呀，其实是这样，就是你像辛德勒名单，对吧？最后他是说，辛德勒通过一个德国纳粹党党员，对吧？通过拯救犹太人使自己得到了救赎，对吧？这个是我想看的那也有这个进毒气室，也有这些问题。然后呢，他会告诉你说，他那个上尉叫阿蒙上尉嘛，上了脚架，对吧？然后最后这个穿了个破西装，然后站在脚架上，这个还举手嗨希特勒呢，对吧？然后这个辛德勒是这个大家给他去坟上去献这个石头就在墓碑上一块一块石头摆上去，对吧？这个才是真正好的这个反战电影或者叫战争电影吧。然后我记得辛德勒名单我是特别早看的大概是95年看的，看了很多遍。里边让我他书我也看过，就是电影出来以后还把他的书找回来看了一遍让我记得最深刻的一句话叫拯救一个人就是拯救了全世界，因为他们会有子子孙孙，对吧？这是那个犹太的应该是他的会计师吧去跟辛德勒讲，
辛德勒到最后说：“哎呀，我很这个惭愧啊，我这儿还有这个黄金的这个党徽啊，如果我把这个东西卖了，啊，可以再救2个，然后我再把其他东西卖了，还可以再救几个，对吧？这都是人啊，我希望看到这个人被救，对吧？而且他整个的过程中有一个他心路历程的转变啊，从最早说我们要用犹太人是因为他们便宜，对吧？然后呢，是一个很冷血的商人，然后慢慢的啊唤醒人性，这个才是真正应该去表达的东西。澳洲那批啊是搞大宗商品进口配额的垄断性行业啊，这个澳洲这个呢不知道啊，这个因为你可能永远也没法知道他到底是干嘛的，只是呢这些人很有钱啊，这是真的啊。至于钱是怎么来的呢，也轮不到你去轮不到你去调查。我记得原来也是一个梗吧，我不知道这个事儿是不是真的啊，就是说中国为什么不能搞这个公务员财产公开啊？为什么不能把这些人在海外的资产公开掉？当时的解释是，如果公开的话，就会发生动乱，对吧？因为那个数字实在是太触目惊心啊，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有可能是个梗啊。所以呢，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公务员财产依然没有公开，对吧？这个越南公开了，然后还有很多的国家都公开了，但是中国不行啊，甚至美国人拿这事威胁咱们，说你要在这个什么的话，我们就给你把这个中国官员在美国的资产给你公开一个，对吧？这个咱也不怕他，对吧？你说这个我们怕吗？我们不怕的，我们这儿都是控制的好好的，你这声音传不进来，传进来也不会有人信的啊，它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像这个叫，澳洲这个呢，现在传的那个数字就很奇葩。现在呢，就第一个是可能有 MCN 机构自己在这瞎传这个数，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有可能是他们故意的啊，因为你一旦有这么奇葩的数字出来以后呢，有些人就不信了。然后另外呢，就是你所有传这个数字的人呢，都算造谣，对吧？你叫与事实不完全相符啊，在中国都算是造谣。那么这些人啊，能够在澳洲生活的这么好，对吧？他们在国内依然是既得利益者，是金字塔尖上的人，所以现在在国内开开心心吃瓜的人啊，那么到底在干嘛啊？还是要自己稍微小心一点。澳大利亚墨尔本的冬天完全不冷，一般17、8度到16度啊，估计要不了多久就会开通 FSD。新西兰也出了 FSD 的测试视频了，这边买断 FSD 价格1万澳币啊，1万澳币其实不贵啊，你像国内买断那是6万多块钱，因为我当时也到特斯拉店里去看了嘛，销售说估计会涨价啊，这个买吧。人家1吨2吨啊，看不上的，起码几千万吨啊，这都属于是你自己开心就好啊。Web Code 啊，有点像玩文明啊，比较沉迷。是的，其实 Web Code 比较考验全局的这个思维和逻辑能力。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拿到 Web Code 以后，不要上来说我要做个抖音啊，或者我要做个微信，做点小工具还是挺好玩的。来了啊，度假啥意思？出去玩嘛啊，这个我现在跑到一个北京周边的，这个啊叫固安啊，这地方叫固安的温泉康养中心啊，在这儿吃这个有机蔬菜啊，当然也没怎么吃蔬菜了，然后呢，这个泡温泉啊，明天去采摘一下，也就如此了，顺便呢也飞一飞我的大疆无人机啊。这个要不然我的无人机在家里头都落土了啊，所以每过一段时间要出来溜达溜达。啥叫 Web Coding 啊？不是 Web Coding 啊，VIBE 啊，Web Coding 是叫氛围编程。千问三 Coder 比 Kimi K2贵很多啊，不在于 token 定价，在于是否利用 token 吞吐量，是否有效利用 token 吞吐量。这个其实还是要看它的缓存嘛，如果缓存做得好的话，就不会那么贵啊。
在澳洲、美国也上映了照相馆啊，在美国上映美元一个没有一个未成年人，澳洲也上了啊，还分级了，这都没有任何问题。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大家有表达自我意愿的一个渠道吧，这个都 OK 的。仇不仇日其实和周围的人相关，小时候这些电影我们也没少看。对，只不过看完没有家长和老师在旁边拱火，往仇恨的方向引导。是啊，你像我们那时候开始有日本商品啊什么的，也都觉得没什么问题啊，去买三洋啊、索尼啊、松下的电视啊，没觉得这事有多丢人。我现在都把项目的文件扔给 Cloud4，让他给我生成下一步修改的这个提示词，再扔给 Cloud Code 啊，这个其实无所谓的，你直接扔给 Cloud Code 就可以。项目太大就是 Gemini 就是上下文大，但是你要注意 Gemini 上下文超过200K 的是另外一个价格，要很贵的。戏台可以看一下，纯讽刺啊！戏台其实是可以的，但是我最近还是懒得动，可能待会儿去看个美剧，把星期三再接着往前推一推，对吧？星期三开播了，这个何必去跟他费这个劲去看这种，这个怎么说呢？有点刀尖上跳舞啊，就是想表达东西又表达不清楚的一个东西。照相馆基本就是为阅兵准备的电影，哎呀，这个阅兵就不知道他们什么想法了啊。澳洲这周日17点就关门了，周五、周六一般上21点钟关门，什么意思？周末2天全部休假，没有人加班，但是收入高的还是有加班，狠啊！这个早上9点到晚上11点，吃饭喊外卖，下班打车，公司报销，还是很卷的。这个其实都是这样。你包括在美国，对吧？他们一些创业公司都是很卷的。前面咱们讲过这故事，就是WebServe 啊，这个Windsurf 叫被分拆收购啊，就是它的创始团队被谷歌直接拎走了啊，然后呢，它的下边的团队呢是被这个另外一个 AI 公司，也是一个华人创建的 AI 公司给拎走了，对吧？但是去了以后就跟他说，要么你就在我这996啊，要不然就滚蛋，对吧？大家都是在卷，凭什么说 AI 是全村人的这个希望，他还不卷呢？这是不可能的。最奇怪的是这批人啊，是全套假身份，澳洲记者都挖不出来啊，纯商人，会挖不出身份。我觉得你这就属于叫以讹传讹了。什么叫纯假身份啊？他们是很注重保护隐私的，你只要不自己出来瞎炫啊，都不会有那么大的问题，对吧？他为什么一定要这个被人挖出身份来？你像我，比如说我到澳洲去，可能人家一看，哦，这是老范，对吧？录了这么多节目，把自己的干什么都说了一底儿掉。人有些人从来不出来说任何事情，那你想把他挖出来，这事儿很难，对吧？所以不要想着什么假身份，这些人一定是真的身份。如果真假身份，澳洲早把他们遣返了。你以为澳洲跟咱这儿似的呢，对吧？这个好多事情不能自己想当然。还有加拿大撞死人的4位少爷也查不出身份，不叫查不出身份，对吧？就是说你不知道他后边到底是谁而已，人家还是用的正常的这个身份去的，只是人家比较低调而已。抗日电影只有一个鬼子来了是最好啊！抗日电影我已经好久没看过了，所以不做评价。说起无人机，我住的地方就是禁飞区，直接飞不起来，旁边3公里有一个小机场，全是旅游观光的小飞机和直升机。那你机场旁边可不是这样吗？你像我这地方叫固安，河北了，对吧？然后这个往前走大概几公里就是大型机场，就飞不了了。所以我现在属于住在禁飞区边上，还可以稍微飞一飞。啊，这个跟大家讲啊，这个大疆 Air 3S 就是我现在这个机器。3块电池啊，如果轮流飞的话，
飞到第3块的时候，这个电机烫的呀，就根本拿不住手，对吧？所以有好多人说他那个电机最后把这个底下给烫坏了，直接把这个杆儿给烧化了，这种事儿我是相信的，是真烫。原来还真没注意，现在估计一个是天热了啊，另外一个呢是，晚上飞的时候应该是更加的消耗算力吧，所以真的是很热啊，这个机器。我也想哪天去雄安溜溜啊，考察考察。我看酒店还不贵，也还挺好订的。白洋淀划划船啊，去呗，这有什么问题？想去就去。小时候地道战什么的啊，就其实是京剧套路的英雄电影，表达形式不太一样啊。这个地道战呢，它就属于是一种战争时期的这种鼓励，民众的一个电影啊，就是它跟反战跟什么这东西都没关系，很脸谱化嘛。日本人都是坏人啊，中国人都是好人。9月18号上映731，估计以后中日关系，哎，日本人其实早就已经习惯了，对吧？你想这些人在大街上，日料店的员工敢穿着和服上街，就马上会被打的一个国家，对吧？这个日本人早习惯了，不会因为你上个电影就怎么样了。最近的社保爆火出圈啊，这个，哎，社保这个事儿呢，我觉得核心还是他们又想做一些自己管理能力达不到的地方。社保会导致中小企业破产到底很多，对，这个一定是社保上来以后，很多中小企业会玩不下去的。马来西亚劳动法也很严格，合同签好，基本没有加班的。如果加班需要给补偿的，维修店下午3、4点钟就关门了。有些店做早上就早上，有些中午就中午啊，晚上就是晚上。超市、便利店最多10点关门，24小时便利店也有，很少啊，好吧。这个怎么说呢？劳动法这个事儿，我一直觉得没必要特别严苛。社保要举报，法院忙，这个其实不需要法院忙啊，因为咱们还有这个仲裁庭，对吧？争议仲裁那个效率是很高的。对，社保肯定会让中小企业大量的这个倒闭啊，这个不举报，法院又不会主动去查。但是你说有谁离职是很开心离职的呢？对吧？这个哎，对了，我前2天看那个谁1个月前的一个节目，那个陈一发1个月前的节目，说他招了个小助理，给人1个月发1万块钱薪水，好像也是海外留学的一个硕士。然后呢，说要上社保，上社保那我就给你扣3000块钱工资，你拿7000，剩下3000我给你上社保。结果人家就离职不干了啊！现在他这条视频现在被顶得很高，对吧？人家还是有钱啊，这个2000万粉丝的大 V，对吧？他就可以1万块钱雇个助理去给他干活去，对吧？像我这个1个月的收入也就是个，这个可能有个万把块钱，2、3万块钱啊，2万块钱吧，到不了3万，对吧？这个也就这种水平了啊。那么像我这样的这个，就别惦记去招人了啊。所以你说哪招得起社保啊？哪招得起这个干活的人呢？啊，而且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以后呢，可能更多的会出现这种，呃，就是就是个人的零工啊，就是我们不去哪儿上班，但是呢，我成为一个个体工商户，我呢是一个临时工啊，这个我给你做这个非全日制工作，这个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多，会去解决一部分社保问题吧。真的胖了，哎，胖了吗？你们还没看我今儿拿无人机给自己拍的这个走路视频呢，我让无人机在我后边跟着，哎呀，走完了以后，我说这个胖子是谁呀？走路还一瘸一拐的，就是自己感觉自己走路的姿势很奇怪啊。这个等回头我剪几段给大家瞅一瞅。其实从脸上看，我觉得我还瘦了呢，肚子大了。无人机弄几个气囊是不是可以省了？什么意思？无人机要气囊干嘛使？KPI 不一样啊，别人
劳动部门 KPI 是查多少算多少业绩，咱跟他们不一样，哎，也不是不一样，咱们呢就是有不同的这个企业呢有不同的保护伞，对吧？你万一查到不对的地方，这日子就没法过了。社保释法就是供给侧改革，对，上一次供给侧改革改的是，就是卡的是环保啊，那么这一次就可以卡用工了。社保入税啊，金税4期还没有全面落实啊，后续5期、6期据说就是强保，这个应该也不用，因为社保现在本来就在税里边，就是由税务局代为征收，对吧？而且税务局原来呢其实不太管这个事儿，什么意思呢？就是以前你比如说你公司里有50个人交个人所得税啊，但是只上了10个社保，或者只上了3个社保，税务局是不会问你为什么的，原来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以后呢，他可能会问你为什么，说你扣了这么多税，为什么这个，叫什么呢？为什么社保这么少？他可能会问你，啊，但是问了呢，你把它解释清楚也就完了。个人进过仲裁啊，或者与用人单位发生过劳务纠纷的社保档案，都会留底 HR 是能看到的。哎呀，这个其实我觉得没必要，就是以后都进过啊，没有说谁没进过的。我现在是阿瓦塔2穿越机，之前的 Air 2差点没有找到，娃娃飞的时候没有注意电量自动降低了啊，降落了啊，我走路3公里去找，那个县城没有出租车，没有共享单车，这个过去后一直没有找到，都放弃了。中看到有灯在闪，有人放在花台上，就怕迫降扎到人，好吧？缺保安嘛？要保安干嘛使啊？我这人很安全，我现在缺人剪片子。肚子大了就是内脏脂肪多，说明运动少了，是啊，所以要多出来溜达呀。这次社保有3个省出现没有买社保就不能去学校，父母双方必须买了社保才行，这就没看到了啊。反正，哎呀，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上边的这个想法，下边总会给大家整出一点点小幺蛾子来。以后是否以临时工身份无限续期啊？这个你像写程序这种事儿，就大家都可以自己玩自己的嘛，你没必要再去没必要再搞这些公司了嘛。至于小饭馆的话，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啊。劳动仲裁没用的，企业可以不执行。我上个劳动仲裁赢了，最后企业起诉1审，我应诉，胜诉2审又胜诉，现在申请执行，官司2年了，申请了执行，目前还未执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执行，也就10几万的赔偿。这个丰台小巨蛋企业呢，我也是无语了啊！现在就是老范说的那种灵活用工，给钱就做啊，那好吧，那就做呗。我天天运动，腿和肚子形态都不错，这个挺好的啊。但是就是长成长方体了，这个没有问题，我也没有三高。我前2天去体检去抽了血啊，所有指标都正常。这是公司的常规操作啊，申请仲裁，反过来起诉啊，这个我觉得啊，这个也要看多大的公司啊，小公司他也懒得折腾这些事儿，他也觉得很烦。只有大公司专门养个法务部，他们会每天来干这些事情，对吧？那么，你想这个法务部其实对于他们来说，这个薪水也不低的，但是呢，他们就说我宁肯给这些人，我也不给你，对吧？他是这样的一个玩法，所以别想太多了，就是该做就做。我觉得以后这些东西呢，都可以，就是由律师事务所替你去做啊，你就不用这个打工人自己去盯着，还是要靠魔法打败魔法。
墨尔本这儿跑步的超级多，有宠物的也超级多，低头族比较少啊，这挺好的。哎呀，我也想着养条狗，但是又觉得养狗好麻烦，因为最后哪怕公司败诉，他也不需要额外赔偿啊，这个，所以这个事儿呢，最后他还是得弄啊，因为有些公司呢，就是你如果应诉完了以后有这个赔偿没有执行的话，它后边的各种的，你比如说尽调啊什么的过不去的。当然现在大家都没有新融资进来，没有什么这种尽调的机会，所以他们也无所谓啊，破罐破摔了。你这算好了，被告公司啊被告公司还在，还有公司倒闭关闭，这个是注销。既然注销这个事儿呢，所以我说最后就都是应该交给律师啊。你注销的时候你就属于债权人，对吧？而且你应该是优先偿还的债权人啊，那么还是有机会可以把钱拿出来，或者拿一部分吧。请律师的自己做，哪有经验和时间？对，这个还是应该请律师啊，而且应该有这样的救助组织啊，因为他也知道，就是说每一个人去请律师这事儿大家也请不起，所以呢，他们就会有这种套餐啊，就是你就交给我，我剩下给你搞定，然后你不用管了，对吧？这个最后比如说多少钱是律师的，他们按比例分成的。我老婆每天都要围着海边跑1个多小时，我也准备开始跑步了，好吧？这个你们还是这个过着让我很羡慕的生活呀，我也想去啊！我的金毛养了14年了，每天出门遛2次，哇，真的很羡慕。我自己开公司，给自己开公司，不上社保啊，也很麻烦。这个你自己不上，你自己总不能举报你自己吧？这有什么可麻烦的？好啊，这个聊了1个多小时也差不多了，咱们差不多就到这里啊。明天晚上大概率还是会有中药盒的，有法律援助，但是大多不行，是解决事情的，不是为辩护人争取利益的。这个他们其实好多这种法律援助还是可以能够拿到一些钱，但是他最后要从你拿到的钱里面去分，啊，这个就是你自己觉得合不合适了。好啊，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陪我闲聊啊，再见。